大家好，我是罗乙，欢迎来到罗乙时间。这里是 DNA 编码系列节目《进化论商中篇》的第7集。唯一亚当理论敲响了进化论的商钟。我们讲唯一亚当理论，就不能不说夏娃理论和亚当理论。不管是夏娃理论还是亚当理论还是唯一亚当理论，其实都是一个扩展和延伸的亲子鉴定，其方法和原理都是相同的，都是从人体的 DNA 编码中进行 DNA 的解码和数学的计算分析来追寻亲缘关系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人体是由40万亿到60万亿的细胞构成的，每一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。而亲子鉴定呢，就是在这60亿的 DNA 编码中来追寻亲缘关系。我们来分析2组 DNA 编码序列。如果在男人的1号染色体上有90个 DNA 编码，在女人的1号染色体相同位点上也有相同的90个 DNA 编码。那这2组 DNA 编码是 copy 而来呢，还是分别自然产生的呢？数学会说话。从这个数学的计算公式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只能是 copy 而来，不可能是分别自然产生。如果说 DNA 的发现、人类基因组计划都是划时代的贡献，那么以下的几项研究呢，可以说是里程碑的贡献。1981年的剑桥序列，科学家通过一个普通的欧洲人的线粒体 DNA 测序，就建立了全球的标准模式。全世界的医生在判定线粒体遗传病时，不分种族，都是以此为标准。全世界人在母系的亲子鉴定中，不分种族也是以此为标准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全世界人线粒体 DNA 都是16568个编码，而且全世界人的16568个编码中16000多的编码都是相同的。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。我们前面看到90个编码相同，就一定是 copy 而来的。那16000个编码一定是 copy 自最早的一位老祖母。这就是科学家确定全世界有一位共同的老祖母的由来。这就是有名的夏娃理论。1995年，科学家发现，在男性的 Y 染色体上相同的位点上，每个人都有相同的729个编码序列，而相同的729个编码序列，如果用数学的概率计算，它不可能随机的分别产生，只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。因此科学家确定全世界人有一位共同的老祖父 Y 染色体亚当，这就是亚当理论的由来。这729个编码，科学家把它称作亚当标记，因为这729个编码作为一个遗传标记。
在每一个男人身体中都有，而这个相同的遗传标记是来自这位老祖父 Y 染色体亚当的。分子人类学家威尔斯说，在火车上，他穿着西装坐在你的对面，你是认不出他来的，因为他和你并没有差别。什么是唯一亚当理论？我们先来看美国基因银行发布的人类基因组编码数据。这是我们人类的基因组。人类基因组是由22条长染色体和一对性染色体构成的，一共有24条染色体。24条染色体包含了30亿以上的 DNA 编码。由于长染色体男女没有区别，这29亿的 DNA 编码呢，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。全世界人29亿编码相同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用概率来计算，就可以知道只可能是来自第一个人。全世界人29亿 DNA 编码序列都是来自第一个人，这是数学给出的答案。那么这第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呢？我们不能凭想象，要用 DNA 编码的解码来看。因为只有男人拥有 Y 染色体、X 染色体、长染色体和线粒体，也就是说男人有全部的 DNA， 所以第一个人是男人。而第一个女人呢，只能是出自男人，因为女人没有 Y 染色体。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这种 DNA 编码的遗传，它是用一种复制的方式 copy 的方式往下遗传的，所以第一个人一定是男人，因为女人没有 Y。 这就是唯一亚当理论。全世界人来自第一个人，而且是男人，第一个女人是出自男人。唯一亚当理论的分析原理和前面的夏娃理论、亚当理论是相同的，都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追寻亲缘关系。而这样一个分析的原理适用于一切二倍体的动植物，因为所有二倍体的动植物，它们的长染色体一定雄雌没有区别。也就是说，二倍体的动植物都是来自一个唯一的源头。唯一亚当理论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，也就在这里。我们来看一个可以证实唯一亚当理论的科学报告。2006年，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说，在2003年4月，当研究人员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，他们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编码的遗传字母，在每个人身上都是 99.9% 的相同。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，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 0.1%。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，30亿编码 99.9% 相同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29亿编码全世界人都是相同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这个报告呢，告诉我们全世界人与人之间呢，
每1000个编码999个是相同的，平均只有1个差异。29亿全世界人相同意味着我们全部人的29亿的编码序列只能是 copy 至一个人，不可能是29亿的编码在全世界人70多亿人的身上各自自然分别的随机的产生到大家都一样，29亿都一样，99.9%都相同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数学通不过的，因为这是数学的结论。所以这个结论呢，实际上呢和前面所说的维伊亚当理论的结论是一样，其实方法也是一样。他们的这个最后分析其实也是分析谁啊？分析编码，也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数学，30亿99.9%、0.1%，这都是数学。所以它的分析是来自2个方面，一个是编码，一个是数学。这也就为维伊亚当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证据。前面那个也是科学，但是这个科学报告呢，是一个很权威的报告。从这个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，看到这一点。那这个报告的依据是什么呢？其实也很简单。我们人体呢，有40到60万亿的细胞，人体就是细胞构成的。那几乎每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和它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，所以我们人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。而男女的常染色体、X 染色体、线粒体是没有区别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29亿的编码是全世界人相同，因为这些都没有区别。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基因组，基因组是由24条染色体构成的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1号到22号常染色体，男女都是相同的，没有区别。实际上 X 染色体男女也没有区别，还有线粒体男女也没有区别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中的29亿编码都是相同的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它没有区别，它都是一样的。报告的依据其实是来自我们血液里面的 DNA， 是可以查验的，是可以检测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数学概率计算显示90个两组相同的编码就不可能随机产生。夏娃理论呢是16000个编码全世界人相同，确定有一位共同的老祖母，因为线粒体只能是母系遗传，所以只能确定老祖母。亚当理论中的729个编码在每个男人身体中都有，确定人类有一位老祖父，因为 Y 染色体是父系遗传，只能说是老祖父。维伊亚当理论呢，它是29亿编码全世界人相同，它是男女都有的常染色体，所以可以确定人类共同的全部的最早的一个祖先是来自一个男人，是一个男人，这是从我们的编码解码看见的。而维伊亚当理论也得到了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科学报告的证实。证实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报告所说的人体30亿编码，每个人 99.9% 相同，平均只有 0.1% 的差异。我们说过，如果没有差异就分不清你和我，没有差异就不能够做亲子鉴定，所以差异非常重要。
正因为有了差异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从来没有2个100%相同的人，这就是差异的奇妙性。而以上都是基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计算分析的结果，不是随便说而已，而是来自科学的证据。为什么数学那么重要？数学的权威在哪里？我们看数学家本杰明怎么说。他说，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，也不是假说，但是它却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，是理论和假说必须服从的裁判者。没有数学的认可，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，理论也得不到解释。所以进化论的假说就是没有规律可以遵守，理论也得不到解释。而假说遇到了数学，就像遇到了法官和裁判者一样，就很清晰了，就一定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数学是 DNA 解码的有力武器，唯有数学能最深刻、最直接地表明哪些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，哪些是必然发生的事实。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因此数学是科学的女皇，这就是数学它的权威性。而报告的权威呢，也就是经得起法官、裁判者他们的最严厉的判决。全世界人出自最早的一个男人，第一个女人只能是出于这个男人。这是一个全民的 DNA 亲子鉴定的结果。这是从你我的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得到的结论。唯一亚当理论是可以从你我身体看见的科学理论，这也是第一次从 DNA 看见了人类的始祖唯一亚当。那么人类始祖唯一亚当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呢？我们还是要从 DNA 编码的解码来看。我们人体22对常染色体的 DNA 编码， X 染色体的 DNA 编码，线粒体的 DNA 编码，以及男性的 Y 染色体的 DNA 编码，都是从第一个人复制而来 copy 而来。而 DNA 编码呢，它是信息，什么样的信息就长出什么样的形体。全世界人29亿 DNA 编码序列都是从唯一亚当遗传而来 copy 而来。那么这29亿的信息，它的编码序列的信息长出了唯一亚当，而我们遗传了这样的29亿的编码序列，我们长出的样子就和唯一亚当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长什么样，唯一亚当就是长什么样。其实更严格的说，就应该是他长什么样，我们就长什么样。因为我们是复制 copy 他的遗传信息而来的。人类始祖唯一亚当先生的 DNA 编码999%以上和你我都是相同的，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到1/1000，我们和唯一亚当的差异1/1000都不到，这是可以检测的。
总之，人类始祖维亚当先生，他就像你我的一位邻居老伯。什么样的编码序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，什么样的信息长出什么样的形体。事实上，维亚当理论是人人都可以去验证的，因为这里没有高深的理论，只有人体 DNA 编码存在的事实和最普通的中学指数运算的结果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开放免费的美国基因银行网站上去查验，证明人体22条常染色体、X 染色体、线粒体男女相同是一个事实。这就意味着全世界人体的29亿编码序列都是相同的。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证实所引用的数学公式是正确的。这就意味着全人类来自一个人是正确的。每一位电脑工程师都可以确定30亿编码序列不能随机自然产生，必须要去编。这就意味着必然有一位创造者、编制者。这就是唯一亚当理论。唯一亚当理论是建立在人和各生物体中可见的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计算分析上的科学理论。要否认唯一亚当理论，必须先否认人体中常染色体男女没有区别的科学事实。谁能否认自己的身体呢？必须先否认科学女皇数学的计算结果。必须先否认电脑工程师的结论，就是30亿的编码序列一定要编制而成，不能随机产生。请问这些结论谁能够否认呢？没有人能够推翻唯一亚当理论。那么唯一亚当理论就彻底的推翻了进化论。这就是唯一亚当理论的重大意义。人类始祖唯一亚当身体中的23对染色体以及它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序列是从哪里来的？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最早的原个体，都有自己的始祖，它们的染色体和所包含的 DNA 编码序列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进化论者不能回避的问题，进化论者必须回答。全人类的 DNA 编码信息来自第一个人的事实，彻底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。总结与思考。